最近这几个月，我持续看到一件事情在发生：创作者出镜，自己配音，认真剪辑，做出有深度的内容，然后频道被取消了盈利资格。YouTube 给的理由是什么？不真实内容。但是当你仔细想，这个理由根本说不通。一个真人出镜，自己说话的频道，怎么会不真实呢？我调查了这件事，发现这个说法只是一个烟雾弹，真正的原因跟 AI 没有多大关系，跟你有多努力也没有关系，它其实跟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逻辑有关系。今天这支影片，我要把这个逻辑完整的拆解给你看，然后告诉你现在应该怎么做。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也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在留言区免费领取。要理解这一波取消收益潮，你需要先理解一个基本的结构。YouTube 这个平台背后是有4个主要角色的。YouTube 本身、广告主、政府还有创作者，也就是你和我。问题是我们是在这个顺序里面排的最后的，广告主才是真正决定游戏规则的人。他们一旦感到不安了， YouTube 就会立马采取行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2017年的时候，广告主发现自己的广告出现在了极端主义内容旁边，直接撤广告了。 YouTube 一夜之间损失了数百万的美金，然后开始大规模的取消频道的收益资格，当时叫做广告末日。今天的情况本质上也是同一件事正在重演。 YouTube 从来不会在乎你影片做的有多么用心，他只是在乎一件事情，这个频道会不会让广告主跑掉。把它想象成是一份自动化的审核清单，每一支影片、每一个话题、每一种视觉的风格都会被系统评估。评估的核心只有一个问题，这个内容它会让广告主觉得有风险吗？如果答案是是，就会取消收益资格。重要的是 YouTube 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会损失任何钱，你被取消收益资格之后，他就会立马换另外一个频道来填上广告位，收入照样会进来的。有些频道在取消盈利之后， YouTube 它甚至还会继续在上面放广告，广告主的钱还是流向 YouTube， 只是创作者拿不到。这就是现在这个系统的逻辑。理解了逻辑之后，再来看一下案例，你就会觉得非常清楚了。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话题本身是让广告主不安的。有一类频道，他们内容做得很好，但是话题是阴谋论、外星人、政府秘密文件、灵异事件，这类频道的观众粘着度是很高的，因为本身他们内容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对于广告主来说，可口可乐、耐克这些品牌，他是不想要让自己的广告出现在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旁边的，这不符合他们的品牌形象。结果就是不管你的内容做得多么用心，画面多么精致，话题类型本身就已经是风险标签了。第二个案例是内容形式触发儿童广告法规。这个案例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频道长片是做得很好的，出镜、配音、有场景，看起来完全没问题，但是它的 shorts 完全是不同风格的，没有出镜，只有玩具公仔配着欢快的音乐，看起来像是针对儿童的宣传性内容。他收到了 YouTube 的取消盈利通知，里面写的是过于宣传性。这背后有一个你需要知道的美国联邦法规，叫做 COPPA， 它禁止平台追踪儿童账户并且投放定向广告。 YouTube 的演算法它是追踪个别账号的，但是它无法精确的判断用户年龄，所以当一个频道它的内容看起来可能吸引到儿童，广告主就承担了法律风险，他们当然不想碰。这个教训就是你在同一个频道里面，不同的内容形式可能会互相影响整体风险评分。第三个案例就是声音像 AI 比真的用 AI 更危险。还有一类频道用的是真人声音，但是加了大量的音效处理，听起来反而是比 AI 声音更像机器的。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你明明没有用 AI， 但是你的呈现方式会让系统判断你是用 AI 的。很多人以为问题是出在特定的 AI 工具上面，但我的观点是，真正的问题它不是你用了哪个 AI 工具，而是你的最终内容看起来是否是可以快速被复制的流水线
现的产品。如果你的影片不管用了什么工具，让人觉得这个频道可以在3天之内被复制出来，那么这个就是风险。第4个案例，话题赛道本身就是广告主的禁区。有些频道它被取消收益资格，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是广告主他会主动的回避这整个类别，这是广告主的品牌安全设定的问题，不是 YouTube 的主动惩罚。但是对于创作者来说，结果是一样的。被取消收益资格不一定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有时候只是因为你在一个广告主不愿意进入的赛道上面。在这里我想特别讲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东西，在过去1年里面 YouTube 加入了一个演算法的更新，叫做 GIST。 它在评估的不只是你的影片有没有被取消收益资格，它还在评估一件事情，你的脚本、你说的话、你说话的方式跟平台上面其他的影片的相似程度。这个更新的逻辑是，如果你的影片跟其他100支的影片几乎一样，那么对于 YouTube 来说，多你一支影片少你一支影片是没有区别的，那为什么还要再给你流量呢？这个机制同时影响到的是流量的分配以及收益的安全。实际的意义是，你的内容角度、你的说话方式、你的分析视角，需要是只有你才能够说出来的东西。这不是要你刻意的标新立异，而是你的频道定位本身就需要有一个护城河。了解了逻辑，我们接下来就谈行动。第一个呢，就是在决定赛道之前，是要做存活率的评估。很多人在选题的时候只会看一件事，这个主题有没有人在做，有没有流量，但是这个问题问错了。你应该问的是，这个主题下面目前还有多少正在正常收益的频道。做法很简单，去搜寻你打算做的主题，找出前10到20个的频道，一个一个的去确认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有在正常盈利。如果你找到的频道大多数都是被取消盈利的，或者是你根本找不到几个还正在正常运作的，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示信号。流量跟收益资格是2件事，一个赛道是可以同时做到观众很多，广告主不泡，你进去之前是需要分清楚这2件事的。第二就是控制上传频率。频率这件事，大多数人的直觉是反的，他们以为发越多是越好的，因为这样是可以测试更多内容，累积更多数据。但是从系统的角度来看，频率过高传递的讯号是这个频道在批量的生产内容，而批量生产正是 AI 流水线频道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我看过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一个频道它的内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也有独特性，但是创作者他每天发7到8支的影片，结果就被取消收益资格了。不是因为内容，是因为频率本身就是风险的讯号。那多少才是合理的呢？没有一个绝对的数字，但是一个基本的思考框架是，你的上传的速度应该让人相信这些内容是有人认真想过、认真的做过的。每周1到3支，对于大多数单人频道来说是合理的节奏。第3就是建立你的流程可见性，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想到，但它其实就是成本最低，效果也是最直接的保护机制之一。当 YouTube 的 AI 标记你的频道进入到了人工审核阶段，审核人员会做一件事情，去翻你的影片，他会想知道的是，这个频道是不是真人在做，有没有独特的制作过程。你现在可以主动的给他答案。具体做法是拍一支幕后影片，或者在正片里面自然的带出你思考的过程，你是怎么选择这个主题的，你查了哪些资料，你是用什么来剪辑的，不需要做完整的 vlog， 哪怕只是几句话来说清楚你的逻辑，都能够让频道的真实信号强很多。YouTube 他自己也是建议被取消收益资格的创作者这样做的，但那是事后补救，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提前建立防线。第4就是不要把 YouTube 的广告收益当成是唯一的收入结构。我知道广告收益是最直观的，开通就有，不用额外做什么，但是这支影片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它是你完全无法控制的变数。 YouTube 改一个规则，你的收益可能在1夜之间就归零。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广告收益的逻辑是把你的注意力租给广告主，你没有定价权，你也没有办法决定谁看到你的内容。真正能够让你长期生存在这个平台上的是你在广告收益之外还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收入机制。一个
就算 YouTube 明天改规则，也不会让你从零开始的结构。这也是我打造创意联盟的原因。我把这几年建立多元收入结构、变现的模组，还有每月的实作资源整合成到了一个地方，专门帮助创业者从靠 YouTube 广告活着走向建立自己控制的收入结构。如果你想认真的去把频道当成事业来做，链接就放在影片下方，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适合你。第五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去降低所有的风险，那么就是真人出镜。我知道这一点很多人都有阻力，不想露脸，担心被认出来，觉得自己不上镜，这些理由我都理解。但是我想让你换一个角度想这件事情，出镜它不是为了让影片好看，它是一个信号，它是告诉系统这个频道背后是有一个真实的人的，这个人他是愿意为自己的内容负责的。这个信号目前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完全替代。你不需要每支影片都出镜，你也不需要有专业的灯光或者是摄影棚，哪怕只是偶尔在影片的开头露个脸说几句话，对于频道整体的风险评分都会有实质的影响。如果你真的完全不想出镜，那至少要确保你的声音是真实的，未经过处理的，并且在影片里面清楚地展现出你的思考逻辑，让人感受到这个内容只有你能够做出来。说到底 YouTube 它现在惩罚的不是做得不够好，而是让广告主觉得有风险，这两件事根本不一样。但如果你想真正搞清楚 YouTube 现在想要什么，那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这是因为 YouTube 的内部员工他直接说出了平台在2026年真正看重什么，这些资讯跟今天的这支影片它的逻辑直接相关。看完你会更加清楚自己频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你可以点击这里接着看。